你好，采访一下，1218这4个数字，你会想到什么呀？1218，封关啊！海南封关，海南自贸港封关。我知道，2025年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转岛封关。1218，我们准备好了。要去要飞，我们准备好了。1218，我们准备好了。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47年前，1978年12月18日，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47年后，2025年12月18日，经党中央批准，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跨越47年，在12月18日这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日子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大家好，我是微笑。本期视频我会从各行各业的角度带大家看看海南封关的优惠政策以及普通人的机遇发展。时代的浪潮将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海南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各位观众，海南省干部会议现在已经结束了，下面马上就要举行海南省委省政府挂牌揭幕仪式了。1988年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海南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份，也是全国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海南的基因。我第一次去海南是到1987年，中国正从一个计划进行市场经济过渡区，当时有4个特区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随着深圳的这个取得初步成功，那么说要扩大试验，这就选择海南，这就海南建省办特区。这个历史意义一直是海南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的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这一年的4月13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球发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时代强音。在这里，我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党中央着眼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做出的重大决策。这是中国面对逆全球化浪潮的坚定回应，彰显了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坚定决心。当前我们国家探索推进的制度性开放，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开放为主，具有全面、系统、稳定的特点，是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就是要探索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制度体系，为我国高水平开放探索新路、树立标杆，助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是一个深刻而宏阔的时代变革，不断为开放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征程上，海南将再次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上海作为全球航运枢纽，今天上海东洲船舶管理公司一艘新造的集装箱船卓越远洋号迎来了船舶登记的关键时刻。很快，它将入籍2000多公里外的中国杨浦港。我们现在正在做前期的资料对接。不到1年时间，这已经是东洲这家专业的船舶管理公司第3艘入籍中国杨浦港的船舶。吸引企业远道而来的，正是海南自贸港独具优势的船籍港制度。我们海南自贸港首先一个是退税，一个是增值税的退税，还有一个是新造船的这个返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企业运营啊、企业所得税啊，这个可以讲是中国最优惠的一个地方，没有比这个再优惠的地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顶层设计中，航运被赋予了重要地位。中国杨浦港船籍港制度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一项重要航运开放政策，旨在通过改革船舶登记制度，吸引国际船舶来到杨浦注册登记，
享受多项税收优惠与便利化服务，带动更多高端航运要素向海南聚集。这是国家层面给予企业的政策支持。那我们从民企来说，那我们要积极的响应嘛。CCS 证书的话，如果今天拿到的话，今年从上海直接飞到海南去，利用好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呀，抢时间就抢效益。这一次，吴帅希望能以更快的速度办完登记，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这样悄悄开始了。我们是昨天在南京拿了船检证书，昨天晚上就坐飞机直接到了海口，夜里到这边，今天一早就来这边办证。这一份份证件材料里蕴含着吴帅和卓越远洋、轮船东尽快扣向全球贸易的新希望。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争分夺秒。如果我们早一天运营，有可能一天就是10几万的收入，争取早一点去赚一点外汇回来。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也是对传统行政审批流程的一次破局。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是中国唯一的国际船舶登记管理机构，对标国际成熟自贸港，建设国际化船级港，让航运更开放，是他肩负的新使命。那我们设计这个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呢，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中资国际船舶回归登记，来促进整个海南自贸港航运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国际船舶登记所需证件种类繁多，办理流程涉及多个部门。为了让航运企业能够不断提高办理效率，海南在一项项制度集成创新中不断破局。这个是卓越远洋登记的一些材料，时间上要求比较急。他们公司的人呢亲自带过来，就是为了把这个时间尽可能的缩短。这个我们所有的登记的手续都是配合航运公司营运的这个需求，我们也是根据公司提交的这个时间节点吧，因为我们对外承诺是7×24小时的服务的。那材料没什么问题，就抓紧办理吧，尽快的把这个证书给它办出来。从所有权国籍到最低配员、电台执照、9位识别码、燃油蓝卡、残骸蓝卡，1天半的时间就能搞定。这个速度在全国海事系统里想都不敢想，想都不敢想，是最快的。办证速度要点赞。包总，我们7个证书拿齐了，今天正式加入中国洋浦港。好 ，OK。制度创新与服务重塑的破局之道，提升的不仅是效率，还有实实在在的效益。在符合政策条件的前提下，企业在船舶的购置、登记、经营3个环节，享受进口船舶零关税、境内建造船舶增值税退税等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像我这个船1.36亿，可能退税都将近2000万，是这个一个概念。然后这个就是极大的程度上扶持我们企业，对吧？给我们企业减负，办证的速度、效率绝对是第一的。对，所以吸引我们很多安徽的船东来这里开公司、创办企业。正在造的船会陆陆续续加入进来的，因为政策很优势嘛，得有上百条，都在新造，满怀憧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入籍中国洋浦港的船舶数量不断刷新纪录。截至目前，累计73艘国际船舶入籍中国洋浦港，船舶总价值超过200亿元，数量和规模稳居全国自贸港区首位。我们中国洋浦港的船队规模持续扩大，航行在全球各个海域。这个也是代表着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不断的在强大。中国洋浦港船级港制度带来的集聚效应，吸引着金融、保险等超1000家航运相关企业落户洋浦，国内外航线不断织密。海社你好，东远亚洲申请靠小小滩5号泊。2025年10月27日，巨轮的汽笛声中，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迎来了南美西航线，从洋浦到秘鲁前凯港的首航。现在我们洋浦港的航道可以接纳来自全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船停靠。对我们在一线的工作人员来说，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消息。洋浦目前已开通65条内外贸航线。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洋浦港的双向双枢纽国际枢纽海港建设初见成效。中国航运版图上，一个新的坐标正在崛起。潮起潮落间，制度创新驱动开放新高地崛起。海南正以更宽广的胸怀、更高效的制度向世界张开双臂。不止独特的船级港政策双15%税收优惠，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30%的内销免关税等政策红利，也吸引着众多企业入驻海南。以海南自贸港为桥梁，分享中国14亿多人口的巨大市场机遇，这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机遇。
从一粒珍珠到一件精美的首饰，这背后不仅是珍珠的璀璨转身，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赋能企业的政策红利。落地自贸港政策使得金润珍珠拥有了极具优势的进口高端海水珍珠原料渠道。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的品牌的升级，包括优质珍珠产品在国内销售的推动是作用巨大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对鼓励类产业企业生产的不含进口料件或者含进口料件，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超过30%的货物，经2线进入内地免征进口关税。这是中央赋予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一项极具含金量的政策，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前先行先试的核心政策之一。这里呢，就是当时我们在1月份进口的第一批来自于印尼的南洋金珠。对于金润珍珠而言，南洋金珠、澳白这些从国外进口的高端珍珠原料，利用好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企业就可以免交21%的进口关税。这个政策真的对我们有实实在在的优惠。给您算一笔账，就是从今年的1月22号开始，我们享受首单的进口免关税，到10月底，我们应该已经有19个进口海水珍珠的批次得到了关税的减免。对应的产品出区呢，我们已经做到了3600件左右的产品，那它产生的内销的货值呢是1600万，那让我们直接节省掉的这样的一个进口的关税呢，达到了159万的额度。一粒珍珠璀璨的背后，闪耀着政策赋能的光芒。如今，加工增值30%免关税政策范围已经扩展至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境，覆盖了食品加工、医药器械、生物制品、首饰加工等多个产业领域。参与试点的企业数量已超过200家，享受优惠政策的货物总值累计突破100亿元。为了让这项好政策惠及更多企业，待海南全岛封关运作之后，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这项政策将会进一步放宽企业享受优惠的门槛条件，并扩大允许进口的料件范围，优化加工增值计算公式，扩大加工增值累计的适用范围等方面做出优化。这是海南利用好国内国际2个市场资源，发展高端加工制造业，辐射带动国内市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交汇点的制度保障。不舍昼夜，海南自由贸易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里，一架来自约旦的波音787飞机将在这里完成飞机控地互联系统加装与整机喷漆2大服务项目。Our aircraft at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will undergo 2 major service projects: the installation of an air-ground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a full-body prepaint. What impresses me most is the substantial policy benefits of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including the streamlined customs clearance, fast zero-tariff spare parts supply, and internationally leading maintenance qualifications and efficiency, as the repair team here is highly profess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nsuring seamless interactions. The comprehensive cost advantage of aircraft maintenance in Hainan are particularly outstanding.一站式飞机维修通过制度集成创新，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统一行业内的标准，从而实现维修流程、资源配置与服务效能的全面优化。今年我们境外的飞机是越来越多了，像我身后这架飞机，它上一架刚走，现在这架马上又来了。从单一维修到运检喷涂、部件维修，提供一站式服务。海南利用零关税等政策钥匙，打开了全球航空维修市场的大门。让海南在全球航空圈收获无数粉丝的背后，是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红利。海南自贸港优惠政策支持，如进境维修免保证金、暂时进境维修允许内销、维修航材保税等自贸港的优惠政策，以及海关部门提供的保税维修快速通关服务，为客户节约了维修成本和时间。一站式飞机维修带来政策红利，让每架飞机可以节约10%到15%的综合维修成本。单看进境飞机维修的数量，今年上半年的数量已经接近了2024年全年的一个数量。这其中许多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熟客，像泰国、越南、韩国、卡塔尔等国家。这充分证明了全球市场对海南飞机维修产业的认可和信心。目前，海南已经完成近200架次飞机维修和喷漆业务，业务覆盖国内外市场近50家航空公司及飞机租赁企业，享受零关税、低税率及税收减免，以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集成创新举措，由此释放的政策红利正从海南惠及全球。
彰显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高度。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前无古人，海南面临的许多领域课题是开创性的，制度金融创新正是破解难题的金钥匙，必须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通过制度金融创新实现从零到一的开创性突破。立足海南，链接全球，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的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为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机遇打开了广阔前景。2021年首届消博会期间，美国泰佩斯奇集团旗下品牌蔻驰系列产品现场气氛热烈，也激发了泰佩斯奇集团投资海南的积极性。消博会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通过第1届消博会看到了海南未来欣欣向荣的这么一个趋势。我们经历了大概半年时间左右的考察，那最后决定将整个集团的中国旅游零售总部放到了海南。从参展商转变为投资商，蔻驰的转型只用了半年时间。在侯晓峰看来，蔻驰之所以加速布局，是因为看好海南作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所蕴含的巨大消费潜力。海南是有85个国家可以免签，这样为我们的国际游客到海南了解中国、了解海南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作用。那在这3年之内，我们除了在免税渠道开设了6家门店之外，另外在我们的零售海南零售渠道也有5家门店，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对海南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心。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为全球品牌和消费者搭建了一个全球采购、全球销售的绝佳平台。这有助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增长，有助于中国为世界提供更多优质的消费品。消博会大家都很开心嘛，因为这个也是国际的平台嘛，美国呀、法国啊那些国家都是爱来我们这边看，然后很多国家我也说不出来，都是国外的很多，大家看一进来都是 hello 你 hello 我也 hello 都是很开心。讲到我们的记忆怎么制作了，他说 Oh my god， 然后说那我们可以买一种是要卖吗？我说卖呀。消博会带来的巨大机遇正在快速转变为全球企业的主动行动。像蔻驰这样的品牌，一大批参展企业纷纷来到海南，加快深度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以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和贸易、投资、资金、人员、运输5大自由便利，以安全有序的流动为核心。海南自贸港建立起一套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体系。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正式施行，进一步夯实了法治根基，合力助推海南建设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吸引全球优质资源快速汇聚。最近这5年，178个国家和地区在穷投资，海南正成为全球投资热土。2022年4月，又一个春天，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海南，留下殷殷嘱托，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加快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步伐，产业升级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以3区1中心作为战略定位，海南正着力推动4大主导产业发展，陆海空演练持续优化升级，培育壮大5项图强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生物制造、氢能、脑机接口以及具身智能等4类未来产业，以产业发展为自由贸易港建设加速赋能。一粒种子承载着希望与未来。小微这个新型超矮杆水稻品种是运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进行水稻种质资源创新的重要成果。它将变革传统的水稻种植方式，实现高密度的立体种植。它的诞生深深烙印着海南的基因。这个小微2次上去都是从文昌发射基地上去的，深潜我们这个小微也深潜到1万米。向天、向深海都是最好的研究机构。从陆地到太空再到深海，南帆让小微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的平台。在方寸沃野与无垠星河中，古老的丰收愿景已成现实。今天我们在上一级在海南大概是410公斤左右，就1层。如果假设我能把它实现多层，我觉得产量会更高。讲经济效益，这个时代的小微肯定是能作为先锋者。科技创新是刻在南帆血脉里的基因。这里正在打造世界一流的生物育种专区，海南的种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连接世界。
海南自贸港就是首先赋予到我们更大的国际自主权，国际的专家人才现在汇聚在我们亚洲湾，专家来往呢更加便利，就是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阵地。中国工业试水国际这个时代肯定一定会翻开新篇。3、2、1，点火！2025年10月16日9时33分，长8甲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升空。这是发射场自2024年11月30日首次发射成功以来的第6次任务，也是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00次圆满发射。第6次与第600次成功的叠加，让深藏在杨天良心底的希望之火再次熊脉燃起。我们未来的发射密度会逐步的提高，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达到我们的设计目标，就是一个工位1年16发，甚至说我们超过16发到20发，真正实现到高密度、低成本、高可靠。这是中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以起步及冲刺的海南速度，树立起了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新标杆，描绘着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的壮阔新卷。所以我相信，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一定会把整个火箭的设计制造、卫星的设计制造，包括数据应用，能够带进海南，能够在这形成规模，支撑我们海南的自贸港建设。叩问苍穹，海南不仅有低纬度、海运便捷等天然优势，更依托自贸港政策，在国际商业合作方面以及在产业生态的培育上都具备独特的竞争优势。我们自贸港呢肯定是开放的，要国际化。那我们又是商业的航天，我们一定会在这方面起一个带动或者支撑作用。我们会利用这个政策，航天人才、航天产业吸引过来，或者我们走出去进行合作，能够带动我们整个海洋天产业在海南落地，在海南壮大。同时呢，把我们的服务、把我们的数据来让全球共享，让全球受益。浩瀚星辰里镌刻着海南向天图强的印记。发射场2期建设已经正式启动，未来将形成2期工程、4个工位的整体格局。海南商业航天母港的建设步伐正在不断加快。万米深潜的奇迹既闪耀在高空，也激荡在深海。邓玉清是奋斗者号的主驾驶员，在人类历史上，他驾驶着奋斗者号抵达了西南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是到达那里的第一位女性。在水下的时间是非常的宝贵的，所以我们要尽量保证在水下的每1分钟，它都能够有效的利用起来。万米深沟曾经被认为是海洋科考的禁区，是海洋研究最前沿的领域之一。海南的奋斗者们勇攀深海科技的珠峰，让中国人在万米深海有了新坐标。得益于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包括这些年所给予我们的人才政策的福利、免签的这些政策，也让我们非常快速地形成了一个深海深渊研究和工程装备研发的一个小核心大网络，也能够让我们快速地集聚到很多国内的和来自国际的人才，能够集聚在深海所去不断地开展科技创新，来去支撑我们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从成功探底万米的奋斗者号，到首艘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探索3号科考船，一系列大国重器正从海南挺进深海，为海洋经济注入强劲动力。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海南不仅深耕星辰大海，更在全局发展中向心而行。如今这片生机勃勃的热土，正将创新的活力注入日常。依托自贸港的政策东风，坐拥免税购物、医疗、教育3篇消费文章，加快建设人才荟萃之道、技术创新之道。2025年11月8日，位于海南杨浦的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永久校址落成典礼正在举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写道，允许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以及职业院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办学。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成为中国境内首个境外高校独立办学项目，它的成功落地。The successful landing of BU is a vivid proof of Hainan's free trade ports policy advantages in promoting high-level educational opening up. It demonstrates the strong policy support China has provided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2025年8月，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迎来了首批400名新生，他们将在这里开启留学海南的新征程。
见证着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岛建设加速推进。因为这个学校的时间嵌入式的模式非常的吸引我，也就是一半的时间在学校，一半的时间在企业。那我们可以把在学校学习的东西，然后放到企业，同时回到学校的时候，可以把企业所需要的技能再回到学校进行一个学习填充。从理念到实践，海南比科大正以国际化特色和实践型基因，书写着海南教育对外开放的精彩篇章。Our graduates are well prepared to ente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key free trade port industries, equipped with strong advantages for both local development and global competition. 海南的冬天暖意更浓。2024年1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莅临海南，听取了海南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对海南各项工作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强调要努力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响亮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海南壮丽篇章。引领一词凸显出深远的战略价值，这是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发挥示范作用的深切期许与厚望。门户既是通道，更是枢纽，寄托着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更好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的深情厚望。从北纬18度的南繁硅谷到海拔1867米的热带雨林，从智慧农田到数字工厂，从李锦走向国际时装周到五指山同声唱响巴黎。海南各行各业正以奋进之姿，在全岛封关运作的历史性时刻即将到来之前，奏响了一曲开放与创新的壮丽交响。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这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为新起点，中国从全球化的接受者与参与者，迈出了向主动塑造者与引领者转变的关键一步。海南的这种封关运作的这个操作呢，将极大的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对华出口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帮助他们更好的享受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Hainan is unique because it will be the world's largest free trade port. It creates unique, unparalleled opportunities for investment. 对于投资而言，从1978年改革开放的启航，到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扬帆，再到2025年更高水平的开放，47载南海潮涌，海南始终破浪前行。如今站在封关这一全新起点，一个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海南自贸港正以蓬勃之姿向世界开启一扇机遇之门。